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第236期的亚当球鞋，我是你们的亚当。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一双乔丹的第14代战靴 AJ14。本期视频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说起 AJ14，你脑海里面浮现的画面是什么呢？我相信大部分的朋友一定都会想到最后一头。虽然乔丹本人其实在 NBA 的赛场上穿这一双鞋进行比赛的场次一共也没有几场，但是就光是这么几场球的时间，也让这一双鞋拥有了极高的历史地位。不过像我们这样的90后球迷其实看过乔丹打球的真的是并不多。虽然我知道乔丹确实很强，是篮球之神，但是在我心中，科比才是 GOAT。而真正让我了解到这一双鞋的，并不是乔丹，而是因为大志王治郅。他以前说过，他最喜欢的篮球鞋就是 AJ14。那个时候这个鞋款才真正的引起了我的关注。球鞋的外观非常凌厉，也非常修长，设计灵感来源于法拉利550，跟之前几代相对比较圆润的外观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而我个人觉得 AJ14 在乔丹正代的篮球鞋系列线上，也算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转折点。1到14代明显是更加注重实战，或者说是更加注重实战与外观兼顾的鞋款。这里你不要跟我杠什么1到9代打球不行，放在那个年代他们绝对可以算得上是顶级的实战鞋款。而从15代开始 ，AJ 系列就明显更多的把心思放在了球鞋的外观上面。外观看上去确实非常的奢华，但是真的放到实战上面，却不能在当时的篮球鞋当中脱颖而出。而 AJ14 虽然这些复刻版本在很多方面都有一定的缩水，但是即使是放到现在，我觉得它依旧是一双不错的实战好鞋。在大底方面，它使用了全掌的人字纹纹路，在抓地力方面的表现十分出色。在干净的场地上面实战，不管往哪个方向进行移动，它都不会出现多余的滑动。不过因为大底纹路略微有一点偏密了，并且大底的橡胶也具有一定的粘性，比较容易吸附灰尘。如果在有灰尘的场地上面实战，就需要不断用手去擦拭鞋底，才可以保证脚底下有够用的抓地力。而它在拥有比较不错的抓地力的同时，在耐磨方面的表现也十分出色。大底的橡胶在硬度计的测试下，读数可以达到70左右。如果你不心疼即使是穿它去打水泥地，也能坚持比较长的一段时间。但是有一说一它对于场地的适配范围确实是非常广的，甚至可以说不管是什么场地，穿它都没有问题。中底依旧使用了大家比较熟悉的前后分离式 zoom， 虽然复刻的鞋款并没有使用那个非常夸张的前掌4气式 zoom， 但是前掌的扇形其实是完全够用了的。而后掌也依旧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马蹄形 zoom， 在缓震方面的表现是不需要去担心的，即使是单纯用脚后跟着地，也几乎感觉不到震脚，并且球鞋的重心也比较低，在场地感方面也有着不错的表现。前掌非常贴地，再加上它前掌这个扇形气垫的加持，在突破的过程中不会有丝毫的泄力感出现，而且它的原装鞋垫是非常薄的这一种鞋垫，在突破的时候你能比较明显的感觉到它前掌气垫在你发力蹬地的时候所提供的那一种力反馈，感觉非常棒。而球鞋的中底最吸引人的一定是它中间部位的这一块巨大的异形碳板，虽然并没有延伸至前掌，但是在后跟做出了非常明显的上翻以及延伸，不仅让球鞋的中底在过渡方面更为自然，还让它在后跟的稳定性方面有着更为出色的表现。球鞋的中底龙骨落差控制的也比较合适，并没有明显的前低后高或者前高后低的感觉，加上它比较不错的前后掌过渡，穿它在跑动的过程中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不管你是习惯使用前脚掌进行跑动，还是全掌进行跑动，穿这一双鞋实战都是没有问题的，跑动的感觉都是比较丝滑的。它的鞋面就是全皮质的鞋面，在出击上脚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它确实在各个方位的包裹好像都不是很到位，在有些位置甚至还会觉得异常的硌脚，舒适性和包裹性好像都不太行。但是在穿着一段时间之后，它就会越来越适合你的脚型，这也是皮质鞋面的篮球鞋独有的一个特性。这也是为什么当初塑料鞋面推出的时候，很多老鞋迷对于他们嗤之以鼻的一个原因。反观现在2023年，你再去球场上问上面打球的朋友，如果要在皮质鞋面和塑料鞋面之间做选择，他们会选择
择什么呢？我相信啊，会选择皮质鞋面的一定只是一小部分。塑料鞋面或者是编织鞋面的那一种一上脚就比较合脚的属性，在皮质鞋面上面是不存在的，或者说很少会出现，并且有一些鞋款刚上脚的时候，它的皮质硬得令人发指，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去进行磨合，才能真正的穿它去进行实战。但是当你磨合完之后，皮质鞋面所提供的那种类似于量身定制的包裹体验，是塑料鞋或者是编织鞋面所不具备的。这一双鞋在磨合完成之后，它的包裹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不过球鞋的鞋楦属于正常宽度的鞋楦，我还是更加推荐正常脚型或者是脚型略微偏宽偏窄的朋友去进行选择，因为球鞋的内外侧都有着这个有点像是牙齿形状的橡胶上翻，如果你的脚型偏宽，还是会有比较明显的硌脚感出现的。只要你的脚型并不是过窄或者过宽的脚型，这一双鞋的包裹都能够让你满意。它最前端的这一对鞋带孔是非常靠前的，对于前掌的包裹调节范围非常广，只要不是特别窄的脚，它都能够适配，并且在动态锁定方面也十分优秀，在做侧向蹬地或者变向动作的时候，不会出现脚在鞋内位移的情况，在急停急起的时候也不会出现顶脚趾或者掉跟的现象。不过在球鞋的脚踝位置处，它的外侧鞋帮会有比较明显的磨脚踝的一个现象存在，不知道是不是我个人的问题啊？我穿 AJ14就是会出现这一个情况，我一共穿坏过2双 AJ14，这已经是第3双了，反正每一双都会这样，所以我一般只有在打脚之后才会选择穿这一个鞋款，不然我的外侧脚踝会被磨得非常的难受。不过它全身的皮质鞋面加上球鞋外侧大面积的橡胶上翻，让它在侧向支撑方面得到了保证，不管做什么动作，鞋面都能很好的兜住双脚。中底超大面积的碳板也让球鞋的整体强度以及刚性得到了保证，在发力蹬地的时候，球鞋也不会出现夸张的形变，能够很好的保证足部的健康。而它宽大的大底以及前掌明显的外扩，再加上它较低的中底重心以及中底碳板在后跟处的上翻，都让它在稳定性方面有着出色的表现。穿它打球，不管做什么动作，心里面都非常踏实。出色的整体强度以及拔群的稳定性表现，穿它打高强度的实战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并且它在重量方面控制的也十分不错。单支42.5码的 AJ14 重量是410克，虽然放在现在的篮球鞋市场上面，这样的数值并不算优秀，但是也绝对可以算得上是比较不错的了。加上它出色的鞋脚一体性以及合理的重量布置，穿在脚上的体感重量真的并不重，还是比较轻质的，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这一双鞋亚当球鞋主观评级 A 级，这一双鞋虽然是20年前的产物，但是放到现在也依旧可以称得上是一双实战好鞋。它在各方面的表现都十分出色，并没有特别明显的短板，可能它的灵活性并不像现在的后卫鞋那么优秀，是我个人觉得这一双鞋身上为数不多的一个槽点。如果你是一个变向狂魔，那这一双鞋并不会是你的菜，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比较依赖第一步爆发去进行突破，或者是直线跑动比较多的球员，那这个鞋款我还是比较推荐你购买的。那如果你想要购买这一双鞋的话，在尺码的选择方面，我平时耐克穿42.5，李宁穿42，这一双鞋我选择的42.5是比较合适的，你可以适当参考一下。不过这里提醒大家一点如果你购买了这一双鞋之后，一定要先压压马路，磨合之后再去打球，不然你的脚很可能会见红，好吧？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亚当球鞋，一切从实战出发。我是亚当。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可以帮助到你，希望你可以关注我，并且顺手给我点一个赞，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了。好了，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大家有空来做 ，peace。